2026年帕克预言警告：全球瘫痪倒数，10件逃生背包必装求生工具，第一样不足10克却能救命。近期，曾屡次命中国际大事件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对2026年发出了引人深思的警告。他推演，全球可能面临一场由毁灭性网络冲击或未知突发事件引发的系统性基础设施大瘫痪。届时，全球电网瞬间熄灭，通讯彻底中断，你的手机变成砖头，提款机变为废铁。我们赖以生存的现代文明将在几秒钟内倒退回石器时代。不管预言真假，危机感必须要有。但很多人一慌，就往逃生背包里狂塞沉重的帐篷、铁器和成箱的矿泉水。听好了，在灾难面前，盲目负重等于加速送命。真正的生存底层逻辑，从来都是极简与轻量化。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深度拆解10件逃生背包必装的低成本极限求生工具，来一场求生认知的底层重构。第10名，实用级纯碱。纯碱在水中溶解后呈现较强的碱性，在供应链断裂、日化清洁用品耗尽的背景下，它是一座小型的皂化反应工厂。将纯碱溶液与动物油脂或植物油混合，并提供一定的热量，油脂就会在碱性条件下发生皂化反应，分解成甘油和高级脂肪酸钠，这就是肥皂的核心成分。掌握这个化学原理，你就能在废土环境中源源不断地制造出维持卫生基线的清洁用品。此外，它能有效中和环境中泄漏的酸性腐蚀液体，是优良的化学缓冲剂。第9名，铅笔芯粉末。很多人在背包里放液体润滑油，但在严寒气候下，液态油会变得粘稠甚至凝固。在风沙环境中，液态油会粘附大量灰尘，导致精密锁具或工具卡死。铅笔芯石墨粉则是一种层状晶体结构的干式固态润滑剂。石墨的碳原子层与层之间结合力微弱，极易发生相对滑动。将石墨粉吹入生锈的门锁、卡顿的拉链或摩擦受阻的机械工具铰链中，它不受温度变化影响，也不吸附沙尘，能立刻恢复机械部件的顺滑运转。在维持装备机械性能方面，它比任何液体油都可靠。第8名，未漂白的咖啡滤纸。相比于用厚重的棉衣或毛巾过滤水源，咖啡滤纸的本质是高密度纤维素微孔膜，它的孔径分布非常均匀，通常在10到20微米左右。在野外获取水源时，水中常常悬浮着肉眼难以察觉的微观虫卵和大型原虫如甲地虫的包囊。将多张咖啡滤纸叠放作为物理过滤层，能够依靠纤维的交错结构，将这些带有潜在风险的微观悬浮物有效隔离在外。它的流体力学透水性远好于泥沙，且重量仅有几克，用顽疾焚烧，杜绝交叉污染。第7名，强力铝磁铁。铝磁铁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磁场强度。在生存主义中，磁场是肉眼看不见的感知延伸。将铝磁铁绑在细线上，扔进浑浊的水井或废墟的缝隙里，它可以依靠强大的磁力帮你打捞起掉落的钥匙、金属工具等含铁物质。更重要的是，在迷失方向且没有指南针时，拿一根缝衣针，用铝磁铁沿同一个方向摩擦数十次，针就会被磁化。将磁化后的针放在一片树叶上浮于水面，受地球磁场作用，它会缓慢转动并指向南北，为你建立起可靠的方向导航系统。第6名，大容量塑料注射器。在逃生背包里塞一个60毫升或100毫升的无针头注射器，等于拥有了一台便携式的微型气液增压泵。通过活塞的推拉，你可以人为的在局部创造正压或负压流场。它有3大硬核应用。第一，流体反冲洗。野外净水滤芯用久了会堵塞，用注射器吸入干净的水，对准滤芯出水口强力推射，高压水流能冲开堵塞在滤膜里的微粒，恢复滤水器寿命。第二，物理冲洗清理。当皮肤表面沾染不明化学粉尘或泥沙时，利用注射器喷射出的集中水流，可以在不接触受损区域的情况下，利用水流的剪切力完成深层物理冲洗。第三，它能在潜水坑或狭窄的石缝中，依靠负压精准提取珍贵的水滴。第5名，不锈钢钢丝球。很多人只知道它能刷锅，但在电学与热力学中，这种由细密不锈钢丝构成的网状物是出色的高电阻发热体。当环境潮湿、打火机失效时，只需将其两端连接在普通手电筒的干电池或汽车电瓶的正负极上。根据焦耳定律，强大的电流通过极细的钢丝会产生巨大的电阻热，不锈钢丝会在数秒内达到炽热发红的状态，轻易点燃周围的枯叶或干草。除了作为电气学火种，它致密的金属网格结构还是一个坚固的初级物理拦截网。在提取浑浊的泥水时，将其塞入漏斗或塑料瓶口，能够高效拦截大型泥沙和植物碎屑，为后续的精细过滤大幅减轻负担。且金属材质用火烤一烤即可完成物理清洁，可反复使用。第4名，医用级透明水胶体敷料。
传统的窗可贴透气，但容易进水。水胶体敷料的核心是高分子亲水性凝胶，当它贴在破损的皮肤表面时，不仅能在外部提供一层绝对防水挡菌的物理屏障，其内侧还会吸收窗面渗出的组织液。吸收组织液后，它会形成一个柔软的凝胶层，在伤口处营造出一个微酸性、密闭保湿的愈合环境。流体力学和生物学证明，在保湿环境下，表皮细胞的游走和修复速度是干燥环境下的数倍，且能显著降低外部微小颗粒二次侵入的风险。它甚至可以直接贴在脚跟，作为极佳的物理缓冲垫，预防长途跋涉产生水泡。第3名，工业级木工铅笔。在灾难环境中，信息的记录和传递关乎生死。圆珠笔在低温或纸张潮湿时，墨水会凝固失效。普通细铅笔的笔芯极其容易折断，且圆柱形的笔身放在不平的平面上会迅速滚落丢失。木工铅笔采用矩形扁平物理结构设计，无论放在石头上还是倾斜的木板上，都利用重力和接触面摩擦力稳稳停住。其宽大厚实的石墨笔芯不仅抗压强度大，不易折断，甚至能在粗糙的树皮、水泥墙甚至潮湿的木板上留下清晰的碳痕印记。它是留下求救坐标、规划路线的可靠工具。第2名，加厚纯铝箔卷。铝箔在热力学和电磁学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对红外线热辐射具有极高的镜面反射率，同时也是优良的电磁导体。它的物理用途堪称惊艳。第一，热能定向反射。在寒冷环境中生活，将铝箔纸竖立在火堆的一侧，能将原本向外流失的热辐射强行反射回你的庇护所方向，热能利用率瞬间提升。第二，法拉第笼效应。在面临异常电磁波动时，用多层铝箔将你宝贵的收音机或电子设备严密包裹，并确保边缘折叠紧密。外部的电磁场会在铝箔表面产生感应电荷，从而抵消内部电场，保护内部脆弱的电子元件不被干扰击穿。第1名，自行车废旧内胎段。将废旧自行车内胎剪成一条条橡皮筋大小，你将获得一种比普通引火物更强悍的硫化橡胶能量载体。硫化橡胶不仅具有极高的燃烧热值，更关键的是它具备绝对的防水性。在连日暴雨的极端潮湿环境中，枯木和纸张都无法被点燃，而自行车内胎段即使刚从水里捞出来，只要擦干表面，一点火星就能将其引燃。它燃烧缓慢，火焰温度高且抗风性优良，一条5厘米长的内胎足以燃烧几分钟，为你烘干并点燃周围潮湿的木柴提供充裕的热能缓冲区。同时，它高强度的弹性势能可以用来牢牢捆扎松动的装备。第0名，卡片式菲涅尔透镜。传统的放大镜需要厚重的弧形玻璃才能聚光，携带极不方便。而19世纪的物理学家菲涅尔通过计算，将凸透镜的连续曲面分割成了一系列细小同心圆环的阶梯状透镜，这使得它在去除了内部90%以上的无用玻璃质量后，依然保留了强大的折射聚光能力。打火机会煤气，打火时会磨损，火柴会受潮，但只要太阳还在发光，这张2克的塑料卡片就能利用光的折射原理，将分散的太阳辐射能强行汇聚成一个温度高达数百摄氏度的焦点。不仅能瞬间点燃枯木、绒草，在极度缺乏工具时，利用这个高温焦点，你甚至可以融化小块的塑料来修补容器，或者在木板上时刻出求救信号。它没有任何机械结构，不怕水淹，不怕冰冻，只要不被严重刮花，它就是一枚永远不会枯竭的太阳能打火机。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扫除了准备应急包时的思维盲区，并带来了切实的知识拓展，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转发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